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10, 9, 8, 7, 6, 5, 4, 3, 2, 1. Welcome. 大家好，我是倪飞，欢迎大家来到红魔10 Pro 系列的新品发布会。很开心啊，能借着这个红魔10的发布会，跟大家又能面对面的聊一聊啊。其实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出场的场面还是挺燃的啊。这个场面在我开那么多发布会的印象里面，可能是只能跟我10年前那场发布会。10年前那时候我是在北京服装学院开的发布会。是很多服装区的美女带着我上场的，啊！但是10年后呢，跟着这些机甲战士上场，我感觉更燃。为什么呢？虽然我岁数可能越来越大了，但是我感觉这几年我们跟着红魔一起和年轻人打交道，自己心态也感觉好了一点，可能感觉年轻一点啊。因为今天刚进场的时候呢，我还碰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高通的侯明娟侯总啊，侯总你好啊，这个。侯总呢，每年有一个标准的，我们跟侯总都要来一个自拍合个影啊。侯总刚才非常客气的跟我说：“飞总看着你好像又年轻了。”哎，其实我每次都能看到侯总在圈里面，侯总特别爱跑步啊，越来越年轻，越来越运动感。但是刚刚拍照的那一瞬间，我看了一下，好像是年轻一点啊，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感觉啊。但是确实啊，我觉得跟着红魔我们一起来做电竞，跟着很多电竞的小伙伴，跟着我们很多年轻人一起打交道，让我们大家确实感觉到更激情、更年轻啊！谢谢大家。好，按照惯例呢，我们先聊一下品牌啊。其实不知不觉，红魔这个品牌已经有6岁了啊。6年多的时间呢，我们一直践行了一句话，叫做“不红魔不成活”。这个呢，就代表了我们追求极致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态度。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要做电竞手机的这样的想法。我们也意识到呢，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有一些天花板的问题，比如说手机的设计啊，日渐趋同。现在呢，你的设计如果不摆背面看正面，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区分了。然后呢，像我们手机的纸面性能和实际体验也不相符，尤其是在现在越来越强的游戏的高负载的场景下呢，体验会不是很跟我们的那个纸面性能相符。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的红魔电竞手机呢就应运而生。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的定位就是要在天花板之上，这其实是一个挺高的追求啊，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很庆幸的是，在我们的合作伙伴的支持下，我们逐渐呢把这条路慢慢的走通了。红魔。我们的 slogan 叫 Win More Games， 为赢而生。这不仅仅是一句表达我们价值的一个口号，更代表我们想为年轻人打造能够轻松制胜的电竞装备的决心。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对于很多同事，包括我们的很多朋友，对我们应该了解，在过去的几年，其实也就短短的6年，红魔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比如说把风扇塞到手机里面，把我们手机的前摄给隐藏掉，还有像高刷、快充、续航等等，我们都处于先进的水平。在去年呢，大家都知道 ChatGPT 开创了 AI 的元年，我们也率先发布了行业首款游戏的 AI 大模型。今年呢，也是国产3A 大作的崛起的元年，叫《黑神话：悟空》啊，非常的火。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这叫做 X 引力平台，是我们对3A 体验探索的一个开端。在更远的未来呢，我们红魔希望玩家可以利用我们的软硬件能力，从创造游戏
到变成游戏中的一部分，降临游戏世界。因为我们的红魔敢想敢拼，当然也因为我们的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啊，还有我们一直脚踏实地的技术创新，我们一步步的夯实了全球电竞手机 No.1 的地位。2024年呢，在红魔电竞宇宙，我们又新增了3件的强力的装备：红魔游戏本16 Pro， 还有首款的红魔电竞平板 Pro， 以及红魔的魔方 AI 大模型，获得了我们所有魔豆们的众多好评和喜爱。今年呢，红魔电竞宇宙全球销量增长了213%，无论是电竞手机、笔记本、平板，还有我们刀锋充电器等产品，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作为红魔旗下，我们还有一个高端的系列，叫做刀锋系列，也得到了我们非常多用户的喜欢。到今天为止啊，刀锋系列的累计的发货量已经超过了600万台，这也是我们高端系列电竞产品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去年我记得我在发布会上还讲过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当时我去南美出差的时候，在智利碰到了一个友商的促销员，他特别喜欢红魔，但在智利当地买不到，他还是通过跨境电商在西班牙买了一台红魔手机，说他非常喜欢红魔的设计和红魔的性能。这就像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经过这1年，我们的斗志呢更加的强烈。我希望呢，再通过3到5年的努力，我们能将红魔真正打造为令人瞩目的全球品牌，最终呢以更强大的产品力和品牌力来回馈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好了，接下来，我们大家今天最关注的，也是今天真正的主角即将登场啊！红魔10 Pro 系列电竞旗舰。红魔10 Pro 系列呢，这次是里里外外我们都全面升级，可谓是全面跃迁。首先聊聊屏幕，我一说到这个呢，那个坐在前台的常总、小东总都笑了啊。这个特别要感谢常总、小东总、京东方对我们这块屏幕的一个支持啊。这个屏幕呢，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效果升级非常好，无论是全面屏的大视野，还是屏幕的显示效果，都让我感觉非常的惊艳。大家都知道，全面屏是我们红魔的特色之一啊，很多人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坚持做这种全面屏。但是很多年前呢，我们就通过用户调研发现，目前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挖孔屏啊、刘海屏啊，对于很多强迫症患者来说都觉得不能接受。我们团队跟我们同步调研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啊，他们说这个结论就是屏幕上这句话，他们说飞总，天下苦挖孔屏、刘海屏久矣。那么既然有这样的痛点啊，我们就要去解决。从红魔7 Pro 开始呢，我们就第一次用上了全面屏，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质疑啊，也不看好。但是呢，用户的反馈最后证明我们的坚持是值得的。今天呢，红魔在我们的屏下技术已经到了第7代，而且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屏下技术的引领者。这一代的真全面屏可以说是直板手机屏幕制造的巅峰。我们用了5年的时间，和我们合作伙伴京东方一起投入了超过5.5个亿的研发成本，去攻克一道道的技术难关。大家知道，普通的2K 的挖孔屏一般最多17道工序啊，这个也是我跟这个 BOE 的常总他们学习到的啊。而我们是行业极限的20道的光照工序，生产工时呢是别人的1倍。红魔的这款屏，无论是在工序、工时、工艺难度、制造成本上，都创造了行业之最。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合作伙伴京东方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感谢。好，接下来呢，我们想通过一个视频啊，感受一下我们这次第7代全面屏它的背后科技的魅力。谢谢大家。
好的屏幕嘛，一定要有个好的名字。现在大家都喜欢给屏幕取名字啊，我们也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名字，跟我们这个产品的特色也特别的匹配。首先呢，我们想到了中国古代神话中战斗力最强的角色。我们古代神话战斗最强的是谁呀？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孙悟空啊，今年也是他最火。它特别符合我们特立独行的全面屏，而且呢，大家看到没有？同时呢，它和我们这个叫我们屏幕屏下五孔的这个谐音非常像，所以呢，我们给这个屏幕起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名字——悟空屏。悟空屏，真五孔。我觉得这个名字今年还是可以的啊，记忆力特别强啊。好，我们的五孔叫做悟空屏。那常见的这个屏幕品类呢也很多哈，我们也给大家取个名字啊，大家就是我们互相调侃一下。其实行业的这个友商我们都很尊重啊，但是我们取个名字大家也好记嘛，对吧？比如说有孔的，我们就取个名字叫做杨戬屏啊，可以吧？啊，3只眼啊。但是有刘海的叫什么呢？叫哪吒屏啊。少年时代的哪吒都有一个非常好看的、非常俏皮的刘海，怎么样？也是很形象吧？那么我们的悟空屏啊，当然也是神空广大，6.85英寸的全面大视野，屏占比呢高达了95.3%，这也是全行业屏占比最高的屏幕啊。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可以直观的感觉到，首先呢，黑边也变小了，金属边框也变窄了，而且呢，我们的 R 角也会变得更圆润一些。相对于目前行业上的友商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视觉黑边是最窄的。所谓的视觉黑边啊，大家可能有2种啊，就是屏幕黑边加上边框的壁厚，这才是我们用户在日常使用中看到真正的一个范围。那么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渲染图还不够真实，有可能是你 P 了一些什么东西啊？那我们用一组实拍的图，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真实感受。这是一组实拍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媒体老朋友，叫接大手哥，以前也是京东的一个同事，他做的一个实拍的。我们 Red Magic 10和友商的这个黑边的对比，大家可以感受到，自己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跟三星的 S24 Ultra 和 vivo 的X200 Pro， 我个人感觉啊，大家各自都可以感觉，我个人感觉红魔10的黑边会显得更精致一些。当然，要做的这么窄呢，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啊。在这过程中，我们和京东方共同研发了超级的 COP 的封装工艺，将屏幕的窄边呢缩窄到了只有1.25毫米，中框的金属的壁厚呢，我们也做得更薄，只有0.7毫米。这里面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比亚迪对我们的一个支持，谢谢。除了呢极度吸睛的这个极窄边框，这个金属边的这个 R 角呢，也非常决定这个手感和观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啊。所以呢，我们这次在兼顾正面辨识度，原来大家都很喜欢我们这个红魔这种比较方正的这个外形，但是在这个方正的外形下呢，我们怎么兼顾手感？所以在这代产品上，我们在保证这种方正有个性的外形、有辨识的外形的前提下，我们把 R 角改得稍微的圆润了一点。当你握持的时候呢，你的手感会更加舒适。而且悟空屏不仅在全面视野上有很大的飞跃啊，在视效层面呢，也是脱胎换骨。很多model给我留言说，我们很喜欢你们的全面屏，但是分辨率、亮度、高刷能不能再提一提呢？其实全面屏的技术突破，要想突破的话，比大家想象中要难很多。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的红魔10 Pro， 我们必须要突破，没有退路可言。红魔10 Pro 我们行业首发了 1.5K 屏下全面屏，这是视效与能效的最佳平衡点。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呢，目前很多厂商都做到2K 了，为什么你们还是 1.5K？ 其实 1.5K 全面屏屏下，它的难度呢，我个人认为远高于2K 的挖孔屏。全面屏其实大家要知道，它是有2块屏幕的，主副2块屏。那不仅我们要调好主屏，还要考虑副屏。我们目前能实现的最高的 PPI 就是430，这已经是全球工厂的极限工艺能力了。而且除了分辨率，亮度呢也是决定屏幕效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啊。红魔10 Pro 的系列峰值亮度，我们这次已经达到了2000尼特，即便在强烈的阳光下，也能很好的看清楚屏幕内容。而在刷新率方面呢，这对游戏体验是至关重要的啊。我们也做到了全面屏的极限，挑战极限一直是红魔 DNA 里面的最关键的一点。我们做到了144赫兹的全面屏的刷新率，而且主副屏要同调，这样的难度呢，其实也体现在了帧率的提升上。
每增加一个帧率，相当于普通项目增加了2个帧率，因为我们有2块屏幕。而且呢，烧录时间呢也大幅的增加，严重的影响了产线的作业效率。为了实现屏下的144赫兹 BOE 产线的伽马段产能需要比普通项目多投入3倍。所以呢，对于全面屏而言呢，一个参数的提升背后需要的克服的困难远超大家的想象。在这里面呢，还是要再次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京东方对我们的支持啊，也给我做了很多科普，让我对这个行业了解更多啊。像这些参数啊，这些细节，也是通过这个屏幕，我们在跟厂家的沟通过程中，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也能指导我们把产品做得更好。除了硬件我们支持144赫兹，软件呢，我们也与各大游戏厂商进行了联调和适配。因为我们的游戏除了硬件之外，我们还有大量的游戏的生态，有很多游戏内容。在这呢，今天也来到现场，有很多我们游戏内容的厂家，在此呢也一并表示感谢。因为只有你们的内容的联调，才能够我们实现真正的软硬件的最佳的匹配，给大家提供最好的用户体验。随着呢，我们用户用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护眼肯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诉求了。我自己也是啊，每天看手机看的也比较多，无论是闲暇的时候刷刷视频啊，或者看看工作消息等等。但是呢，红魔10 Pro 系列呢，我们这次做到了最高可以支持2592赫兹的超高的 PWM 的调光，而且还保留了 DC 调光的双调光的护眼方案，时刻的保证了我们用户的护眼健康。而且在屏下摄像方面呢，为了更好的前视效果，因为大家可能也有一些同事会吐槽一点，那屏下带来了更好的显示效果，那自拍的效果那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牺牲这个效果，所以在这一代上面呢，我们从硬件上又重置了副屏的电路，同时呢也加入了 AI 去眩光、去雾、去重影的一个算法，让我们的自拍的效果呢会更好。在这个软硬件双管齐下，我自己也试了一下啊。虽然我对自拍的要求没那么高啊，对吧？比不上很多这个美女，但确实呢，无论是从预览还是成像，我们也找了几个美女来拍了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提升了非常多。虽然可能比真正的挖孔屏要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觉得随着 AI 的提升，我觉得效果会越来越好。我觉得很快就能达到传统挖孔屏的水平。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自拍的一个效果啊，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说了那么多参数啊，实际屏幕效果怎么样呢？我觉得大家也一定要感受一下，真正全面屏玩游戏的那种畅爽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相比于刘海屏，整个屏幕一览无余；相比于刘海屏，悟空屏是无遮挡，更尽兴，而且色彩表现上呢也更强。好，聊完了正面，我们聊聊背面啊。因为现在大家看手机一般都看背面，为什么呢？因为正面长得差不多，除了红魔啊，大家都长得差不多。但其实呢，红魔的背面我觉得也更精彩啊。红魔10 Pro 系列呢，我们延续了超未来主义的美学理念，在极简的外观下呢，我们实现了更加的一个质感。大家都记得啊，红魔9的时候纯屏设计横空出世啊，惊艳了整个行业。实际上我当时也觉得挺那个的啊，就是把手机背面做平，现在竟然已经是一个奢望，一直要红魔9出现才能把它实现。直到今天呢，我们红魔9还是唯一的一个背面全屏的这个旗舰机。当然了，我们在红魔10 Pro 上依然是行业特立独行的纯屏设计。而且呢，要做到这个纯屏，其实大家知道并不是很容易啊。为什么这么多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旗舰里面好像只有红魔做到了？手机内部的空间寸土寸金，很有限啊。我们还要放下行业最大的电池，等会儿会说啊，超哥会说，散热风扇等核心器件，我们的结构对叠基本上比原来基本上要推倒重来。内部的元件件我很多都要重新定制，背板玻璃还要达到相机镜片级的标准，因为我背面是平的，我不能单独去放一块摄像头的镜片，那我的背板玻璃就得按照摄像头镜片的标准去做。但哪怕再难，我们红魔10 Pro 依然坚持给大家带来了最喜欢的纯屏设计。大家可以看，反正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啊，非常惊艳啊，非常就是每个细节我能打的都是最到位的一个感觉。那纯屏设计呢，我们当时是自己想这么做啊，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痛点，但用户是不是真喜欢呢？我们当时也有些忐忑，但确实啊，我们红魔9带出全屏设计之后，获得了非常多用户的认可，还有媒体的认可。很多粉丝都表示，纯屏的手机就是他的心中的梦中情机。除了纯屏呢，透明也是刻在红魔 DNA 里面的一个美学理念。这次红魔10 Pro 的透明版，透明面积达到了历史上最大，其中代表了10的罗马数字的 X 芯片、电池、风道这些位置呢都可以通透可见，还能看到
侯总，你能看到骁龙8 Elite 的标志，超强战力，一览无余。同时呢，还有我们红魔的祖传技能啊，电竞光效啊，我们号称的灯场 ，logo、X、风扇都可以发光，而且可以支持自定义，非常的炫酷。这次呢，红魔石我们准备了暗夜骑士、白昼武士、刀锋透明暗夜、刀锋透明银翼4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美图。这是刀锋的透明银翼，像一个未来战士，神秘呢还兼具力量。刀锋透明暗夜，科幻未来的元素，加上我们骁龙的标识，刀锋的 logo， 还对手机的内部做了可视化的设计加工。我们除了做表面，内部也要做设计，因为内部透明出来了，内部的设计好看，也是我们要做的。从内到外，满满的科技感。白昼武士，其实去年我们第一代推出了白色的这个设计外观，其实很多粉丝都提出来让我们继续要推出白色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这代我们的白昼武士纯白的设计，背板没有做任何额外的花纹，而且纯粹到了极致。以及我们的暗夜骑士啊，专门定制了的威士克的纹理，在不同的光线下呢，能够呈现出不同的韵律的线条。下面我们再通过一条视频，感受一下红魔10 Pro 电竞旗舰的惊艳的颜值。好，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悟空屏真无孔，行业呢首发的 1.5K 的全面屏，屏下144赫兹，行业最窄的视觉黑边，最高的屏占比，同时呢还护眼，屏下摄像呢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全面屏就是电竞手机的最优解。当然还有我们行业独一份的背部纯屏设计，悟空屏加纯屏设计，我们认为就是直屏旗舰的终极形态。好了，我只是给大家开个场啊，其实干货呢都在我们超哥那儿。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超哥上来给我们上一上干货，有请张超。好，张超，交给你了。好 ，OK， 好，谢谢飞总。大家好，我是姜超。那很开心在线下和大家见面。那飞总刚才讲的红魔石漂不漂亮？对，它不单漂亮，而且还很大。什么大？电池大。红魔在旗舰机的领域呢，一直是大电池的引领者。前几天呢，我看友商发布的旗舰机呢，电池容量也陆续的进入到了6字头。说实话，我其实挺开心的，但是呢，我也很自豪。为什么？因为在2年以前，我们的红魔8 Pro 的电池容量已经是6开头了。那友商终于赶上了我们2年以前的水平，但是不好意思，我觉得大电池呢这一块引领者还会是我们。我宣布，旗舰手机的电池容量正式进入70代。本来我准备给你们要掌声的，你们很主动，谢谢。那我们的电池容量到底多大呢？7050毫安时。好，谢谢。因为前面飞总给屏幕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悟空屏。这里呢，我们也给我们的电池起一个霸气的名字，叫牛魔王电池，特别的能扛。电池容量如此之大呢，有人会问说，那手机会不会变得又重又厚？是一个好问题，但是大家多虑了。我们电池大了，但是呢，重量跟上一代保持一致，厚度也一样保持不变，扩容不增重，加量不加厚，可以鼓掌了。
我觉得这里的掌声其实也是送给我们的所有研发兄弟姐妹们啊。在这里呢，我也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先来简单的解读一下技术哈，3个技术，它采用了我们全新一代的硅负极的材料，让电池的能量密度变得更高啊，容量也更大，并且呢，我们通过 ETT 隧道技术，让电池的使用寿命变得更长。我们还接入了我们的 AI 电源管理啊，让整机的续航变得更加的持久。同时呢，我们还采用了2个高强度的材料，来保障我们整个电池的安全性，大幅的提升了电池的抗拉强度和穿刺强度。那光说不练假把式，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的牛魔王电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到底有多能扛。我们先来说一下日常的使用，导航特别能扛，那追剧也很能扛。我们有个同事在国庆节期间呢，他从江西啊一路开车开到了深圳，那边开边堵车，连续导航了14个小时。回到家之后，电池容量还有30%以上，你说能不能扛？节假日大家如果不愿意去堵车啊，也可以在家里面躺平追剧。那连续看个7、8部的电影完全没有问题。玩游戏也特别能扛，就看是你先累还是它先没电。有了牛魔王的电池的保价续航呢，无论是在日常使用还是在玩游戏、看视频啊，都可以让你彻底的摆脱续航焦虑。王牌卖瓜也不能自卖自夸啊，让我们来看一下外界媒体对我们的客观评测。在极客玩的续航评测当中呢，红魔突破了12小时大关，再创续航的新巅峰。好，谢谢。充电分离这个功能，我相信很多摩托都非常的熟悉了，也非常的喜欢啊。它可以让你在边玩边充的时候呢，手机不发烫啊，还可以让电池更耐用。这次呢，我们加入了自定义的一个设计，比如说啊，你正在跟朋友开黑，这时候呢，手机快没电了，但是呢，一会儿女朋友还要喊你出去逛街，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来自定义设置一下，让它先把电池的容量充到50%，然后呢，再开始启动充电分离的功能。这样呢，既不耽误你此时此刻玩游戏，也不影响你一会儿出去陪女朋友逛街，非常的好用。前几代产品，其实我也给大家解释过了，就是在同样的一个体积之内呢，那电池的容量和快充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但是我知道很多用户一直想要大电池加超级快充，对不对？好的，我们这次不负众望，7050毫安时的一个大电池，加上120瓦的氮化钾充电器，10分钟左右可以充到50%，30分钟可以将这个大电池完全充满。大家这次满意了没有？好，谢谢。那除了10 Pro 加呢，我们还有10 Pro 的版本，电池容量6500毫安时。假设不考虑我们的红魔10 Pro 加，在今年的旗舰机当中，6500毫安时依旧是最大容量。有句话叫做“能打败红魔的只有红魔”。以上呢就是我们红魔10 Pro 系列的续航和快充组合，电池大，充电快，续航久，加量不加厚，扩容不增重，超长续航首选红魔。好，我们都说玩游戏要玩得久，还要玩得爽。那玩得久呢，有了我们大电池的保障。那怎么玩得爽呢？就用一个比较火的网络热梗，叫做“红魔就是古希腊掌管性能的神”，肯定可以让大家玩得爽。红魔10呢，全系搭载了我们高通骁龙8至尊版移动平台。平台还没有在发布之前呢，很多摩托都私信我说：“哎，超哥，今年会不会是一条火龙？”说实话啊，我内心其实有一点私心，因为我希望这条龙的性能释放越强悍、越激进越好，
这样才能发挥出我们驯龙高手真正的技术。这次我觉得高通真的很牛啊，确实是把牙膏都挤爆了。全新的2+6的架构，2个超大核，主频高达4.32G 赫兹，还有6个大核，整体的性能提升了45%。总之一个字，牛！当然了，极致的性能释放呢，也离不开我们与高通深度的联合调教。高通的高级副总裁 Chris 也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带来了一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Hey, Red Magic fans. I am Chris Patrick. I am thrilled to be part of this extraordinary moment as we unveil the Red Magic 10 Pro. Qualcomm and Red Magic have been close partners for years, collaborating to create one groundbreaking classic after another. Every generation of Red Magic products have been powered by our most advanced Qualcomm Snapdragon processors. That's been the key ingredient behind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the Red Magic gaming phones. The Red Magic 10 Pro is fueled by our latest Snapdragon 8 Elite mobile platform, featuring our brand new custom-built Qualcomm Orion CPU. This gives the Red Magic 10 Pro an unmatched performance edge. Coupled with the Red Magic R3 game chip, it maximizes hardware performance, ensuring that even the most complex game scenarios run effortlessly. When it comes to graphics, our newly architected Qualcomm Adreno GPU delivers high frame rates and stunning visuals, showcasing intricate light and shadow effects with minute texture details. The result is a gaming world that's as real and mind-blowing as it gets. Our collaboration with Red Magic isn't just about technology coming together. It's about our shared passion for creating the ultimate gaming experience. We work side by side, pushing the limits of performance to deliver the very best gaming phone for our players. The Red Magic 10 Pro is the culmination of all that hard work. This smartphone will set a new standard in mobile gaming, offering players an experience they've never had before. We can't wait to continue this journey with Red Magic, discovering more innovations and surprising game lovers around the world. Here's the Red Magic 10 Pro's launch being a massive success. Congratulations to the entire team on this remarkable achievement. 感谢 Chris， 也感谢高通对我们的支持。骁龙调教，你可以永远相信红魔。大家都知道，今年的存储成本上涨了很多。那很多友商呢，为了降成本，还用的上一代8533速率的一个运存。我们红魔10全系标配9600速率的运存。为了和8533做出区别呢，我们也学习友商把它的名字叫做 LPDDR5X Ultra。在存储上呢，我们也采用了全新的封装工艺。前几天我看一个友商已经在宣传说是4.1的封装了。那在这里我也说一下，我们的封装更极致，堪称 UFS 4.1的超频版，读取速度呢也提升了36%。我相信这样一个组合呢，绝对是今年最强的性能铁三角。话不多说，咱们直接来跑个分，提供一下情绪价值。安兔兔跑分，3291328分。对于红魔来说，我觉得霸榜一直是一个常规操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游戏的性能表现怎么样。大家都知道，黄金的时刻呢是星铁当中最吃性能的场景，但是对于红魔来说，依然是毫无压力，满帧的运行稳如一条直线。光是玩手游已经不能证明红魔10 Pro 的强大性能了。我们接下来挑战一下用手机玩 PC 的3A 大作，依然可以60帧满帧运行。大家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我们也是目前唯一能够满帧运行这个游戏的手机，牛不牛？手机这个游戏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游戏我就不说了那性能的领先，除了性能铁三角的加持之外，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我们红魔
独家研发的红心 R3游戏芯片。它的运算能力呢也再一次加强，我们可以将超分和超帧并发运行，给用户带来更加极致的游戏体验。红心 R3再配合上我们的 Cube AI 的性能调度引擎，就像是一个充满了智慧的猛男。它可以预判游戏内不同的场景对性能的需求，提前做一些性能的调度和算力的调整，既可以让游戏满帧运行，同时呢还可以有效地降低功耗和发热。那有了强大的性能调度和功耗的控制能力之外呢，我们就有了探索更加极限的游戏场景的底气。很多用户都喜欢玩3A 大作，因为它的画质非常的精良。手游体验3A 化也一直是我们的追求，高清和高刷也是游戏玩家永恒的一个课题。现在呢，很多手游都是720P 的一个分辨率，那有了红魔石 Pro 系列，你就可以将游戏的超分到2K 的画质，让游戏中的画面呢更加的栩栩如生。游戏的帧率其实也关系到了游戏画面的流畅性。目前呢，很多吃性能的游戏可能还只是支持到了原生的60帧。我们也是已经与200多款游戏进行了深度的适配，可以同时支持超分和超帧，给大家带来更加高清、更加丝滑的游戏体验。当然了，同时开启2个功能的，对于手机的性能来讲，其实挑战非常的大。那我们的红魔石表现怎么样呢？一起来看一下。原神2K 120帧的设置之下，我们依然接近满帧运行，简直是天下无敌了。让我想到了一句台词，先别着急鼓掌，我想一句台词，叫做“还有谁”。大家都知道，优秀的散热呢是性能极致发挥的一个基础，就像一辆拥有1600匹马力的一个超级跑车，如果散热不行的话，那发动机早晚会爆缸，对不对？散热是跑车速度和安全的关键保障，那散热也一样的道理。散热是我们红魔的看家本领。这次呢，我们再一次的开创了先例，将只有在电竞本和高端航空设备上才能使用到的一个液态金属正式的用在了我们红魔石 Pro 系列上。我相信这也是手机行业散热史上的新的里程碑。我们红魔石系列手机呢，所采用的液态金属和大家都看过的一个电影《终结者》电影里面的那个令人非常惊叹的 T1000的机械人材料都是一样的，都有着超乎想象的性能。我们称之为酷热终结者，还是要起个名儿。关于液态金属的工作原理呢，其实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去理解，就像水遇冷会结冰，那冰遇热会融化成水，对不对？液态金属呢也是一样，在受热之后呢，它会快速的吸收热量，自身由固态变为液态。那冷却之后呢，再回归到固态。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问了，如果变成液态之后，会不会对主板造成腐蚀，甚至变成短路的问题我们研发团队也是独具匠心大家看一下，独具匠心的发明了一种创新的三明治结构，它既保证了卓越的散热性能，同时呢还保证了产品使用过程当中的安全性。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视频，让大家了解一下红魔使用的液态金属。
怎么样，牛不牛？刚才费总也提到了，说红魔把风扇放到手机里面，那这件事儿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肯定都很熟悉了。红魔把风扇放到手机里面呢，是在2019年首次应用。那这几年呢，我们也在风扇上不断的去优化。这次呢，我们把风扇的扇叶也换了一个造型啊，高低起伏的一个锯齿状的形态。那转速呢，也提升到了23000转每分钟。当 RGB 亮起的时候呢，其实非常的酷炫，就像哪吒的风火轮。所以呢，我们给风扇也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就叫做风火轮风扇啊，风火轮。全新升级的风火轮呢，风速提升了10%，散热的效果呢也大幅的提升。液态金属和风扇啊，这些是友商都没有的散热黑科技。那友商也有的一些散热材料，红魔做的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散热堆料到底有多足。VC 的面积高达12000平方毫米啊，这也是当下 VC 面积最大的手机了。同时呢，我们屏下的石墨烯的厚度也提升了30%，可以有效的降低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屏幕的发热。还有，我们增大了超导铜箔的面积和厚度啊，在散热用料这一块，我觉得我们绝对是不含糊的。那这一套完整的散热架构，我们称之为 S-X 膜冷散热系统。它的整个的工作原理呢也很好理解。手机的核心发热源在 CPU 啊，我们利用液态金属的快速导热的能力，将 CPU 的温度快速的与整个这个复杂的散热架构来打通，借助红魔超大的 VC 以及散热风道的均热能力啊，把热量带过来，然后呢，再通过风扇快速的将热量吹出机身之外。在这些黑科技的加持之下呢，我们非常有信心做到行业唯一能够榨干骁龙8至尊版这颗芯片性能的手机。以上呢就是红魔10系列强悍的性能配置，行业最领先的旗舰平台骁龙8至尊版，还有我们自研的游戏芯片红心 R3， 以及我们的 Cube AI 智能引擎，还有行业最强的 S-X 膜冷散热系统，巅峰性能首选红魔。每代的红魔呢，其实毫无疑问都是一款性能神机，那也是游戏工作室开发硬核游戏时候首选的联调合作伙伴。这里和大家也同步一个好消息，烟云16升啊，作为网易今年非常重磅的一个产品之一呢，它的画质非常的精美，是一款多端互通的武侠开放的世界游戏。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公测但是我们已经在进行非常深度的一个联调。最近呢，我们用一个不锁帧的包体测试，红魔10 Pro 运行了半个小时，帧率依然可以稳定在60帧。还有明朝啊，这也是目前市面上大家公认的非常吃性能的游戏。我们也进行了深度的优化和适配，很多用户都说我们是市面上玩明朝游戏体验最好的手机。还有红魔10 Pro 也是永劫无间啊，首批上线极致60帧的机型之一。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支持暗区突围的移动光追啊，游戏内的光影变化也是非常的真实。
依靠红魔产品出色的性能啊，我们得到了非常多专业赛事的认可。红魔10 Pro 系列也将继续成为暗区突围赛事的官方指定用机。不单是暗区突围的指定用机，我们也成为了《使命召唤》手游以及《穿越火线：百城联赛》2款 FPS 游戏赛事的官方指定用机。FPS 说完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MOBA。在 MOBA 类游戏的赛事上呢，我们也是英雄联盟手游超级联赛和曙光英雄的赛事指定用机。在此呢，也感谢赛事方对我们的认可，谢谢。这么多的游戏适配啊，这么多的赛事合作，红魔绝对是电竞体验最好的搭档。我们一直搭载的游戏肩键呢，可以让玩家可以更轻松地实现多指的操作。我们采用的也是行业触控响应速度最快的肩键。那你也可以自定义肩键的灯效，来增加整个游戏过程当中的氛围啊。用过的也都说好。为了搭配肩键呢，我们还匹配了 X 轴的线性马达，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呢，触感和震感可以实现完美的匹配。大家可以在和平精啊这个等等的这些游戏当中去体验我们的4D 震感。除此之外，还有115双立体声扬声器，为你带来大师级的音响体验。你们喜欢的外星科技3.5毫米的耳机孔依然为你们保留。为了避免双手对网络信号的遮挡，我们采用了360度的环绕天线设计，确保了信号无死角，从此告别460。我们还采用了3麦克的设计，来确保横屏握持的时候啊，顶部的麦克也不被遮挡，让游戏过程的语音更清晰。以上就是我们的电竞体验细节上的坚持。那我也知道，大家买红魔手机肯定也不仅仅是为了打游戏，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很重视日常使用体验的提升。来看一下，在影像上，我们采用了3摄的方案，2颗主摄5000万像素，支持光学防抖。我们不跟影像旗舰卷堆料啊，但是呢，这次我们加入了我们的 AI 影像算法，无论是日常的街拍还是风景人像，都可以让你随手拍出好照片。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上的样片啊，风景层次分明，非常的壮观；人像非常的清晰自然，随手拍出好照片。外出旅行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在一些热门的景点来拍照留念，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难免会出现一些路人或者一些杂物。哎，有了我们的 AI 消除这个功能呢，就可以帮你把照片当中的一些杂物或者是其他人快速的移除，瞬间修出一张好照片。好照片可以拍很多，但是要找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困难？哎，我们这次增加了 AI 相册搜索功能。只要你输入关键词啊，它瞬间就可以帮你快速的定位到你想要的照片或者视频。怎么样，是不是十分的便捷？当然了，好照片除了靠硬件以及技术之外呢，有时候手速也很重要。那这一次呢，内卷的风还是吹到了我们的游戏肩键上。你也可以将这个游戏肩键设置成为拍照的快捷键，帮你抓住转瞬即逝的美好瞬间。对于一键入魔的小伙伴们啊，很多用户也都在给我这个私信留言说，能不能将这个竞技键应用到更多的场景当中，比如说一键静音、一键录音啊、一键打开手电筒等等。我是个听劝的人哈，以上统统为大家安排，怎么样？你们满意吗？竞技键彻底的开放了哈。NFC 为大家带来了非常便捷的一些出行的体验。那此次呢，我们也支持全功能的 NFC， 你可以用它来刷公交卡啊、地铁门禁卡等等。而且呢，这一次我们还和比亚迪的智能车钥匙进行了适配，
NFC 轻轻一碰啊，就可以轻松上车。未来呢，我们也将和更多的汽车品牌一起合作，进一步来提升大家的出行体验。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系统，全新的红魔 OS 10.0啊，它将会给大家带来哪些特别之处呢？今年啊，说到系统，感觉不得不提 AI， 对不对？那如今 AI 的能力确实越来越强大，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带来了非常多的便捷。本次呢，我们也全新升级了我们的魔方 AI 大模型，从游戏到生活，可以给大家带来更智慧、更流畅的 AI 体验。魔方 AI 大模型很强大啊，这里我不得不重点提一下我们的游戏大模型。得益于我们在游戏领域的深耕啊，我们对玩家、对游戏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这也为我们在模型训练当中提供了充足的数据保障。它可以像一个游戏高手一样陪伴着你，从操作到战术打法啊，可以为你出谋划策，而且是越用越懂你。那有了 AI 的加持呢，那就自然少不了智能体的陪伴，对不对？像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Mora 也来到了咱们的发布会现场，让我来跟他打个招呼。嗨 Mora。嗨，超哥，你好！哇，现场好多人啊！大家好，我是红魔机 Mora。嗨 Mora， 我觉得你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那接下来你来帮我讲一下这个 AI 2.0好不好？那超哥你先下去喝口水休息一下。好啊，那超哥你先下去喝口水休息一下，我来给大家介绍我们强大的 AI 能力。在这次红魔 OS 10.0中 ，Mora 正式进化为3D 形态，3D 的我将会有更加丰富的互动，并且这次还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新衣服——绯红银翼。漂亮吗？听说大家也很喜欢白毛，我也特地去染了个新发色。为了更好的陪伴大家打游戏 ，Mora 特地练了一些新本领。简单来说就是3件事：陪你打、教你打、带你打。你有没有在游戏中被怼得哑口无言呀？放心，这次 Mora 来当你的嘴替。哎，不是你会不会玩啊？抽视频看着都比你厉害。反弹。遇到这种人真是。哎，对了，又被抓死了。这个打野干嘛吃的呀？小强，你不能死啊！小强，我一直抓上了养你，想不到你把自己送走了。真是笑了，我用脚都比你打得好。怪不得隔着屏幕都闻到臭臭的味道。哎，点了，匹配到4个猪都有，真的玩不了。你看，那个人好像一片旺财哎。我真的笑了，你是对面派来的卧底吧？完了，身份被戳穿了。好气，这点意识就不要打游戏了。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给魔鬼留余地。看你选这个英雄就知道是个坑货。点了。不要这么暴躁嘛，年轻人。进游戏人家包死一打。怎么样？有了魔机嘴替，矮人也敢开麦对线了。不仅如此 ，Mora 我还学会了好多新的技能。想知道游戏赢面有多大吗？小菜一碟。Mora 可以帮你实时分析游戏战局，计算当前实时胜率，还能绘制一段时间的胜率曲线呢，让你心里有数，掌控感满满，轻松拿捏。想要攻略 ，AI 领航员嗖，立马搞定。敌人悄悄靠近 ，AI 声像探针，帮你探个清楚。想要护肝片吗 ？AI 触发器加一键连招，我来帮你搞定战场。自动捡道具，自动换弹，通通不在话下。还有 AI 带杆，日常任务自动刷，双手解放，体力不浪费。这算不算我帮你代打呢？嘿，跟着 Mora 一起嗨翻游戏世界吧！我能陪你打游戏，也能陪你看电影，更能陪你 City Walk。唉，好无聊啊！
对啊，还有红魔机啊！魔机，陪我聊一会儿。执行官，你关注的 UP 主更新了一条视频，感觉很符合你的口味哦。这大龙就这么被抢了啊？实锤了，这把打野绝对是战犯。就是抢了红 buff 就上嘴脸啊，气人！魔机，给我找个科幻电影。支持国产科幻，必须多刷几遍《流浪地球》呀。哎，你说悟空跟杨戬打架，谁能赢啊？这还用说？当然是悟空凭实力赢啦。有道理。再或者，就点这个，这可是大名鼎鼎的手片机耶！怎么什么都知道？一起去外面瞄一眼世界。这里是朝宗街，特别适合你这个爱人闲逛。嘿嘿。完啦，执行官，怎么样？我是不是很贴心呀？Mora 还能当你的私人翻译官，比如当你去广东旅游的时候，点菜时听不懂粤语，你可以。你好，请问係咪需要訂餐啊？您好，请问是不是需要订餐？我周六要請朋友吃飯，大概6個人，請問你們這裡有什麼菜品推薦嗎？菠蘿咕嚕肉、沙姜豬腳、香芋蒸排骨、廣式蜜汁叉燒、廣式白切雞等等，都比較推薦。菠蘿咕老肉、沙姜豬腳、香芋蒸排骨、廣式蜜汁叉燒、廣式白切雞等等都比較推薦。如果你还需要实时字幕，你还可以这样。大家好，各位执行官，好久不见，我是红魔机 Mora，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新品发布会。刚才大家已经跟随超哥的讲述，领略了红魔石此次的硬件升级，怎么样？是不是很震撼？而接下来的 Red Magic OS 软件系统的提升，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哦。这就是我们强大的魔方 AI 2.0， 更多 AI 功能，欢迎大家去魔方 AI 家里面体验哦。另外，大家非常喜欢的超能壁纸，这次也新增了2款好玩的游戏。首先是盖塔楼，可以挑战你的建筑技巧，点点屏幕，看谁能攀至云端。保护星堆，考验你的反应，旋转防护，守护核心，探索新的乐趣。有了超能壁纸，让你的桌面变身游戏场。红魔 OS 10.0不但桌面更有趣，而且更丝滑哦，每一个画面的切换都无比 Q 弹，并且通知中心也进行了全新的改版升级，执行官们心心念念的音乐小组件和音量调节也加了进来。以上就是红魔 OS 10.0的新功能啦，还有好多好多，希望大家去发现哟。超哥，你休息好了吗Mora是不是真的是越来越聪明了啊？感觉以后都不需要我登台了，他完全可以自己说完。那当然了，变异厉害的绝不仅仅是 Mora， 还有我们的插引力平台。下面说一下我们的插引力平台啊，通过它呢，你可以实现多端互通，让你在手机上玩端游以及主机的游戏。最近特别火的国产3A 大作《黑神话：悟空》啊，你也可以通过它在我们的手机上畅玩。除此之外呢，手机也可以投屏到显示器或者电视这些大屏上，然后呢，你再连接键鼠，用它来玩手游，功能是非常的丰富。大家拿到手机之后呢，可以慢慢的探索一下。讲到投屏啊，这背后其实有很多的故事。早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了直播投屏的一些探索，因为当时这个手游直播非常的火。很多主播呢用的都是一些 iPhone 的产品，安卓机的投屏在当时来讲确实体验是非常的差。于是呢，我就带上了我们的研发小伙伴，去了很多头部主播的工作室，包括一些电竞战队的训练基地，和他们进行了深入的沟通。那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对于手游投屏啊
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在当时啊，我们团队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做行业里边投屏体验最好的手机。如今呢，我们的投屏做到了很牛，它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一个模式的输出，比如是2K 240、4K 144、8K 60赫兹等等，就是根据你的选择自己去定义。我看前几天发布的友商，他们目前4K 也仅仅支持到了60赫兹啊，跟我们还有一定的距离。在投屏的延时方面呢，这个有线的我就不提了，我们就来说一下无线啊，无线投屏更加的便捷嘛。我们做到了行业最低的延时，低至20多毫秒，丝毫不影响你在投屏游戏当中的一些操控判断。另外呢，我们在投屏体验上还增加了主机模式、声道分离以及去黑边投屏啊等等这些功能。我们拥有了最低的延迟、最高的画质，还有最全的功能。我们绝对是投屏体验最好的手机，我们做到了。直播的时候，游戏的流畅性也是非常的关键啊，离不开稳定的网络支持。我们还提供了自研的网络连接技术，让主播在游戏的时候告别400流直播，告别460直播更稳定。得益于红魔产品极致的性能、强悍的散热以及强大的插引力平台，红魔目前已经成为了众多电竞选手和游戏主播的首选装备。电竞直播首选红魔。以上呢就是我们全面跃迁的红魔10 Pro 系列，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悟空屏全新的屏下设计， 1.5K 144赫兹极窄的边框，你们想要的全都安排上了。7050毫安的一个大电池，从此让大家告别续航的焦虑。高通骁龙8至尊版移动平台，还有我们自研的游戏芯片红心 R3， 让整机的性能全线拉满。还有我们的液态金属、风扇等组成的 S-X 魔冷散热系统，为性能的输出保驾护航。还有刚才的 Mora 以及我们全新的 OS 系统，都也变得更智能、更强大。红魔10 Pro 系列全面跃迁，不止电竞。大家都知道，红魔的愿景是做全球玩家热爱的电竞装备品牌。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其他几款新品，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前段时间呢，端游的射击类的游戏卷起了磁轴的热潮，但是目前市面上的磁轴技术呢，也是良莠不齐啊，配置也存在一些虚标，满足不了一些用户的需求。我们在磁轴的技术上也一直在探索，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我们先来看一下传统的机械轴和磁轴的对比。那左侧呢是传统的机械轴，点击之后呢，需要回弹到固定的触发点以及重置点啊，才能继续下一次的点击，行程都是固定的。那右侧的磁轴呢，你可以自由设置不同的重置和触发点的参数，非常适合在玩 FPS 游戏时当中的一些移动微操。那游戏中的响应呢也更加的快，操作也更加的高效。我们和目前行业上的磁轴方案相比呢，技术更进一步，采用了第4代的磁隧道传感器，可以说是磁轴技术的2.0时代，目前也算是行业首家应用。它的感应精度呢，比传统的霍尔磁轴的更高，误差也更小，而且呢，它不受温度的影响，功耗也很低。那影响键盘的操作体验，除了方案的选择，跟轴体也有很大的关系。这次呢，我们也专门的开发设计了一款红魔的专属轴体——蝶翼磁轴。那轴体像蝴蝶的蝶翼结构一样啊，在按压的过程当中呢，
受力均匀啊，而且呢，保障了轴体在使用过程当中的稳定性。行业上此手支持的 DKS 动态的按键识别、单击长按识别，包括一些方向急停等等这些特色功能呢，我们全部都支持，我就不一一介绍了。还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些屏显的交互啊，我们也在屏幕上可以设置不同的壁纸和一些参数，也非常的便捷。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创新的磁轴键盘、全新的磁轴技术以及独特的轴体设计，相信大家拿到手上之后一定会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电竞周边的另外一个重磅产品——刀锋能量棒，非常漂亮的一款充电宝，是不是很漂亮？它的机身呢，采用了高强度的航空铝啊，表面雕刻了刀的化学元素，还有高清的显示屏，就像是战舰里面的中控台啊，非常的科幻。通过屏幕呢，你可以实时的显示充电功率以及电量等等。侧面还有一个隐藏式的按钮，只要你轻轻一按，它就可以开始启动工作。它采用的是车规级的电芯，4节高能量密度的柱状电芯，安全可靠，有保障。容量也是高达2万毫安时，你可以轻松的带上飞机，安检也可以轻松的通过，丝毫不用担心。要使用充电宝的场景其实有很多啊，各种兼容性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刀锋能量棒支持 QC、PD 等主流的快充协议。当你给设备充电的时候呢，它可以快速的、智能的识别你设备的所支持的快充协议啊，迅速的匹配。机身上还有2个 Type-C 的接口，都支持 PD 3.1的协议，双口啊可以支持140瓦的盲插，无论是在输入还是在输出啊，都可以达到140瓦的快充。再加上一个 USB 的一个接口呢，它可以同时为你3台设备同时充电，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当然了，红魔的产品它肯定也是完全匹配的，红魔的手机、红魔的 Pad、红魔的笔记本等等，它都可以用它来满血的充电。2万毫安时的一个大容量，双向140瓦的盲插，还有赛博透明的设计。放在桌子上，它就是一个艺术品。那出差或者是露营呢，也绝对是你们的好伴侣。接下来还有一款新形态的产品，看大家刚才都已经拿到了哈，刀锋能量魔方。看这个造型是不是就特别的吸引人？方圆结合，很有辨识度。你说它是一个充电宝也对，你说它是一个充电器也没错，它确实是一个多功能的融合体，集充电宝和充电器于一身，而且还自带了充电线，使用起来非常的便捷。那出门在外有这么一个小设备，你就用电无忧了。在充电宝部分呢，它也采用的是车规级的安全的电芯，5000毫安时的容量，支持 PD 3.0的协议，还有支持20瓦的一个快充的速度。半个小时可以把你手上的 iPhone 16充到60%，小巧又实用。作为一个充电器呢，它支持双口65瓦的一个盲插，60瓦的大功率，在目前这种多形态的产品上，应该是充电速度最快的了。当你把它插到插座上的时候，它可以以65瓦的速度为你的手机充电，同时呢，它自己的5000毫安时的一个电芯呢，也在同步充电，两者互不影响。3合1的一个设计啊，不管是你在日常体验还是在差旅过程当中呢，都非常的实用，一机在手，电量无忧。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Music licensing
我们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棒，对不对？那今年呢，我们不仅做了很多的新的硬件产品啊，在生态层面呢，我们和很多游戏厂商也进行了非常丰富的合作。前面我已经提到了，说红魔10 Pro 系列将成为暗区突围赛事的官方指定用机。我们与暗区突围其实也算是老朋友了，双方的合作呢也越来越深入。在这里呢，我也感谢魔方工作室对于红魔的支持。那今天，腾讯互娱魔方工作室的市场负责人云杰也来到了现场，欢迎云杰。欢迎。各位在场的媒体、现场的嘉宾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腾讯魔方工作室的云杰。那舞台就交给您了。好，谢谢超哥。大家好，我作为一个游戏人，第一次参加这个硬件手机的发布会，全程听下来，我觉得我学习了很多。那作为一个腾讯的游戏魔方工作室的同学，我想说，今天我非常荣幸来到这里。我是代表暗区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首先，我觉得暗区突围跟红魔持续2到3年的合作中，其实我们双方积累了很好的合作基础跟信任。我想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合作，而是双方对于这种极致硬件追求或者是极致游戏体验追求的共同的一个共鸣。那么暗区突围也容我简单介绍，暗区突围的手游在全球目前已经有超过1.5亿的注册玩家。其实我们是一款非常写实，尤其是提供一个高沉浸战场体验的设计游戏。那么在这样一款非常高拟真的设计游戏中，其实我们对硬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红魔的整个游戏手机在它的性能以及优秀的适配上，包括对游戏的持续的优化的理解，也让我们非常坚定地看到红魔是一个我们一直以来选择的非常好的合作伙伴。那么在今天，其实刚才超哥也公布了，红魔10 Pro 将成为我们暗区突围官方赛事先锋杯的指定用机。那我们也相信这次合作其实是双方一个更深入的基础。我们也相信会为暗区的选手、主播，包括我们全球的玩家带来更多的极致体验。那么最后也感谢红魔团队的邀请，也感谢大家对于魔方产品的选择。我们也谢谢所有的暗区突围的玩家对我们的支持，谢谢大家。感谢云杰总，接下来有请超哥移步舞台中央，代表红魔与魔方工作室云杰总进行暗区突围赛事指定用机签约仪式。请我们的暗区小队送上本次签约手机红魔10 Pro。好的，感谢2位，我们也同时请2位面向前方摄影师留下我们这一珍贵的时刻，请摄影师记录下来这珍贵的时刻。再次感谢2位，感谢云杰总，感谢超哥，我们也响起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请云杰总入座休息，谢谢。感谢暗区突围的战友们和我们一路并肩作战，我们双方也携手给各位玩家带来了一份小礼物——红魔暗区突围联名的平板礼盒。在礼盒当中呢，有我们红魔电竞平板 Pro， 还有散热器5 Pro， 还有我们的红魔指套，更有暗区突围专属的游戏大礼包啊，有些买都买不到。希望能够在帮助大家在暗区当中成为真正的突围之王。我们跟燕云16声其实也联合打造了红魔10 Pro 的限量礼盒，以及红魔散热器5 Pro 的联名设计。手机礼盒的封面呢，采用了燕云16声清河区域的首领之一千叶，镜花水月啊，一人双色。跃动的机身上呢，也刻有了烟云的 logo 啊，打造独一无二的限量典藏的价值。
红魔散热背甲5 Pro 也结合游戏内经典的首领田英，打造了黑金的一个配色。请大家在后续呢关注我们这款游戏的公测的活动，还有开放世界和动作游戏玩家都非常喜欢的明朝啊，游戏当中有一个角色是春啊，大家知道哈，他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视频，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久不见了，我亲爱的命定之爪，从哪里找到你的通讯方式？你猜？再不来黑海岸陪我玩耍的话，人家可是会因为无聊枯萎的。别露出那副表情啊，我一直关注着你啊，我心爱的种子，我唯一的对手。很快我们就会再见面的，来吧！画质非常的精美哈。那我们也将与明朝呢展开深度的合作，包括一些产品的联名设计，以及游戏内的一些非常深度的联合调教，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加极致的产品体验，敬请大家期待。好了，我的部分就到这里。那接下来呢，飞总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惊喜，有请飞总。好，刚刚在下面听了挺长时间超哥的啊，就是超哥其实大家都说是这个领导干部老同志给年轻人 PUA 啊，我觉得跟听超哥就感觉超哥在 PUA 我们啊，就听超哥的你每一把你都必须得鼓掌，感觉不鼓掌都对不起超哥的感觉啊。当然开玩笑啊，但我觉得这个前提首先是超哥确实对我们红魔师 Pro 这个产品非常的有信心，他作为这个产品的产品经理呢，他也倾注了大量的这个心血，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他发自内心的那种自信的感觉是非常好的。所以刚刚呢，张超介绍了我们红魔师 Pro 系列以及这么多红魔电竞装备的新品。我们红魔师 Pro 系列呢，从外观颜值、屏幕、性能、散热、续航、AI 以及游戏体验方面呢，可谓是全面跃迁。这些产品和创新呢，如果浓缩成2句话，其实就是我们红魔一直追求的2个核心要素，2个极致：极致美学和极致性能。但是从我个人来说呢，我原来一直跟姜超包括余杭在聊，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想尽一切办法，能够挑战一下我们性能的极限。就是我想要做一款产品，在颜值和性能上都能够达到我们能够看到的最高的天花板。所以呢，我们决心打造一款特别版的产品，来一场自我挑战之旅。今天呢，我们一般都是 one more thing 啊，不好意思，借这个场合 two more things 啊。今天为大家准备了2个彩蛋，2个特别版。第一个呢是红魔10 Pro 系列的特别版，红魔 X Golden Saga 至今传奇限量典藏版。就大家一看这个名字就感觉是不是？哎呀，你们就做那种奢侈品手机，那么红魔怎么都走到这条路上来了，对吧？其实首先啊，我们不是这个想法，等会儿给大家慢慢去聊啊。但虽然名字叫真金传奇，它确实是真金不怕火炼，等会儿大家能感受到啊。首先看一下我们的外观，还是很酷炫的啊。等会儿我们在现场我们有我们真机展示，大家可以看一看整个的外观。但是这个外观呢还只是表面，它真正厉害的是它的内涵。好，几个不同的效果，先让大家看一看啊。反正我还是挺喜欢这个造型的。好，我觉得呢，它首先是延续了红魔超未来主义的这个设计理念，这个极简的风格，就像这个名字里面的 Golden 一样，大家既然看到叫 Golden 啊，其实呢，我们真的是使用了真金白银打造而成的。那么接下来我详细介绍一下这款产品在材料选择上的考虑。大家肯定觉得你是不是要走这些奢侈品路径？我用金啊、银啊来显得很高端、很贵。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选择每个材料都是为了我刚刚说的极致的性能这个角度出发的。所以在这款产品上呢，我们首先是考虑上
如何能够实现最好的散热效果？因为就像刚刚超哥说的，哪怕是你用一个最强的发动机，那你也要需要最好的散热，让这个发动机能有最好的输出。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世界上散热最好的材料，金属里面排名前3的分别是银、铜和金。在前面姜超介绍的时候，我们这里面的一些散热的 VC 的已经用到了大量的铜的这个元素。那么我们这次又选了散热最好的银和金。首先呢，我们采用了银，银是导热性最好的金属，导热系数是429，比铜和铝的这种金属的导热系数要好很多。这就意味着在相同的温度下呢，银能够更快的传导热量。而金呢，它的导热系数是300，它比银要差一些，比铜也要弱一点，排名第3。但金有一个特点啊，金的化学稳定性是最强的，它能够长时间使用也不会被氧化。因此，金在我们看来呢，是综合性能最佳的散热金属。好，那么我们这次首次呢，把金子用在了我们的 VC 散热片上，采用了鎏金工艺啊，真正的黄金 VC。我们不是为了当大款啊，我们不是为了做奢侈品，我们真的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把我们最强的骁龙8至尊版的性能发挥得更强。但除了 VC 呢，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风扇，我们风扇有个散热风道，散热风道需要来散热。我们在风道的设计上，我们采用了金和银的材质，风道盖上面是一整块银片，银片下面又做了一层鎏金，而整个风道呢又采用了镀银的工艺。我想呢，这可能就是手机行业最强的散热天花板了。除了金属呢，我们又考虑了其他材料，碳纤维。我记得前段时间我还看了我们行业的目前最大的大 V 啊，这个雷总哈，雷军雷总他们说的那个小米苏7 Ultra 刚刚发的，机身上用了4个多平方的碳纤，啊，挺厉害的，很牛，向这个小米致敬啊。但是我们呢用的也不少啊。如果只按碳纤占比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远远超过了苏7 Ultra 啊。在我们的整个机身的电池盖里面，我们有个非常大的一块碳纤。当然了，我为什么要做碳纤？我不是说是我为了好看，其实大家知道碳纤的导热系数是600，这个碳纤的导热甚至超过了金和银，也是散热材料的最佳选择。而且碳纤维还有轻、强度高的优势，所以呢，碳纤维经常会用在顶级跑车上。那么我们把它用在了电池表面的散热片上。对于虹膜来说呢，它不仅仅是最佳的散热材料，而且能够提升整机的一个质感，让我们的虹膜 X Golden Saga 就像一台超级跑车，蓄势待发。蓝宝石，这也是一个散热非常好的材料。蓝宝石呢，比起普通的玻璃呢，它的散热系数高了40倍，而且呢，它还有一个特殊的优点，大家都知道啊，它是其他的材料是不能取代的，就是它的抗刮花的能力非常非常的硬。我们手机上面有一个地方可能会用到，就是我们的摄像头镜片，一点点。另外有很多顶级名表的整个表盘都是蓝宝石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把虹膜10 Golden Saga 这个版本的整个电池盖用了整块蓝宝石来打造，而且呢，它不仅可以有效的防止刮花，而且散热系数比普通的电池盖提升了40倍。所以相当于我们把最顶级的腕表的这个工艺用到了我们手机的电池盖上。手机的中框呢，我们又采用了银灰的工艺，选择了高强度抛光的铝合金，经过了多道的抛光工序，实现了表面的这个镜面的光泽。还有很多其他的细节啊，比如说我们侧面的 Power 键、背部的虹膜 logo， 以及我们银质风道上的 Golden Saga 的这个标识，我们都采用了鎏金的工艺。这个呢，更多的是装饰性啊。在配件方面呢，我们也花了很多心思啊，比如说我们鎏金的卡针 ，USB 口的材质呢，我们也采用了鎏金的这个工艺，还有专属的 VIP 卡片也是鎏金工艺。而且这套限量版里面呢，除了手机之外，其他的配件，比如说充电器、手机壳以及散热器等等等等，我们都是重新设计全新的材质。
而且购买了我们真经传奇版的用户呢，可以享受到很多 VIP 的尊享权益，私人助理、游戏宝盒、大神陪玩、红魔游戏 VIP 年费、守护锦囊、超长电池宝、免费保养、稀缺的必购码等等等等，还有品牌活动优先参与等很多的品牌特权。而且 Golden Saga 这个版本里面呢，继承了我们能想到的所有的最顶级的散热材料，而且我们把它赋予到我们产品的设计和灵感中，真正做到了我们心目中极致美学和极致性能的完美结合。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这个特别的系列会一直延续下去。好，刚刚呢我们介绍了我们特别的红魔 X Golden Saga 的这个真经传奇版。另外呢，今天有另外一个 One More Thing。红魔自创立以来呢，我们一直追求的是为全球玩家带来最极致的游戏体验。大家知道，前不久呢，我们刚刚发布了红魔首款裸眼 3D 平板，让大家耳目一新。它能够让每一个使用者呢，不用戴眼镜儿，不用戴 3D 眼镜儿，就能够享受到立体逼真的画面。但今天呢，我们带来了另一款新的这个概念产品，为我们大家带来一场视觉的空间跃迁。它就是红魔游戏本 3D 探索版，是我们红魔的首款裸眼 3D 的游戏本，让你探索 3D 的全新世界。这也是全球首款 4K 裸眼 3D 游戏本。我们先看一下外观，这是一款16寸的笔记本啊，采用了 CNC 的一体化的机身，而且延续了红魔家族式的透明设计语言，还采用了点阵屏幕的效果，大家可以自定义啊，非常的酷。我们红魔游戏本还采用了英特尔第14代酷睿 i9-14900HX 的高性能处理器，显卡方面呢搭载了是英伟达的 RTX 4070的显卡。这款 3D 游戏本呢，我们还独家定制了一块 4K 超新分辨率的 3D 屏幕啊，拥有超高亮度，而且在屏幕的外层呢是具备可切换功能的微米级的液晶透镜屏。就是这层特殊的透镜呢，能够使屏幕实现 3D 效果，而且是裸眼 3D 效果。透镜工作的时候呢，又会将屏幕的画面折射，让左右眼能够看到不同视角的图像，让玩家在享受游戏的同时呢，也能体验到更加清晰、更加震撼的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而且呢，我们还借助了90赫兹的 AI 的人眼的高频追踪技术，就是我们的屏幕上有2个摄像头。它可以系统的实时的监控我们用户的眼球的动作，并根据用户与游戏本中心位置的偏差和距离，动态的调整 3D 的画面，从而更加显著的增强裸眼 3D 视觉效果的真实感。我们现场也有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概念产品，我们的红魔 3D 游戏本，大家可以等会儿去体验。我自己是用了一段时间啊，感觉确实非常的酷。那么有了红魔游戏本 3D 探索版，它就是你移动的 3D 家庭影院，让你在家里呢，在户外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观赏裸眼 3D 电影。不仅如此，在游戏方面也是裸眼 3D 效果，可以让你无限畅想身临其境的 3D 游戏世界。在 3D 建模方面，作为生产力工具，红魔 3D 笔记本也会是你最得力的助手，带你去感受3维级别的生产力。好，下面呢，我们一起看一段视频啊，感受一下 3D 视效的震撼魅力。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电竞宇宙新品啊。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啊，略想有点长，东西比较多啊，特别想把我们在过去1年里面的一些新的想法、一些新的创新、新的突破带给大家。那下面呢，马上就要进入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就是我们的报价环节，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新品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好，一个一个来哈。先是我们的一些周边生态类产品，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刀锋能量棒，非常炫酷的，价格是999元。刀锋3合1的能量模块，仙人一部，首销福利价279元。刀锋120瓦能量块的套装，仙人一部首销福利价
149元。考虑到大家呢还有带着磁吸散热器的一个需求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磁吸版的手机壳，79元，还有全方位散热的镂空的手机壳，99元。好，这次刚刚超哥给大家介绍的红魔暗区突围联名的平板礼盒，16加512G，4699元，京东独家发售，即刻开启预约。好，大家可能就关心我们今天红魔10 Pro 的价格啊。今年呢，各大手机厂商都出现了这个集体涨价的这个情况啊，这确实也是供应链元器件成本上升的确实多。但是为了保证大家的最极致的体验呢，我们还是坚持体验优先啊，在电池、屏幕、处理器和散热的全方位升级，我认为可以说是今年最有诚意的旗舰手机了。好，我们的红魔10 Pro 有2个配色，暗夜骑士和白昼武士，也有2个内存配置。首先是12加256G， 价格是4999。然后呢，12G 加512G 的版本价格是5499。另外呢，我们传统的刀锋透明版，我们有2个版本啊，一个是银翼版，一个是暗夜版，也有2个配置，一个是12G 加256G， 一个是12G 加512G。12G 加256G 的内存的价格是5299。12G 加512G 内存价格是5799。另外，我们红魔10 Pro 加搭载7050毫安的牛魔王电池和120瓦闪充，2个配色，暗夜骑士和白昼武士，也有一个内存版本16G 加512G， 价格是5999。红魔10 Pro 加刀锋透明银翼和刀锋透明暗夜2个透明版，16G 加512G， 内存价格是6299。还有我们这次带来了红魔10 Pro 加暗夜骑士版，我们的顶配啊，24G 加1TB 的这个价格，价格是7499。好，最后呢，到了我们这个特别版啊，这个红魔 X 这个 Golden Saga 啊，大家可能认为这个价格可能比较高，它确实也比较高啊，但是我们定了一个规矩，我跟余杭跟超哥定的规矩就是，我们这上面加的这些东西，包括今天大家知道黄金也在涨价啊，这个贵金属也在涨价。我们定的东西，我们现在在生产线，连我们这些关键的器件都还要管控，生怕丢了啊。因为那些我们的那个散热风道是银子做的，我们的 VC 是黄金做的，这个问题还管理起来还挺麻烦。但是我们定了一个规矩，就是因为我们的限定版量也不是特别大，其实很多都是手工做的，这个单机成本非常高，大家知道这个摊销非常高。所以我们定了一个规矩，我不想做什么奢侈品手机，我只希望能够用出最极致的技术和最极致的工艺，能够挑战极限。我当时跟余杭定的就是，我们是能加多少成本，我们就搭多少售价。所以呢，我们红魔 X Golden Saga 这个版本，它的配置也是24G 加1T， 它的价格是9699元。有，好，相信呢很多魔豆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开始体验红魔10 Pro 了。那我们红魔呢也携手京东开启了全球独家先人一步新品尝鲜购，在今天呢发布会结束的后，前往京东的 APP 下单，所有下单魔豆最快今天就可以拿到手机了。另外还有一个惊喜啊，这次先人一步京东送达时效全面升级。在北京、广州、上海、武汉、成都的魔豆们，最快半个小时就可以拿到我们的新手机。而且这次红魔10 Pro 系列呢，先人一步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福利升级。先人一步期间下单新机呢，可得价值599元的红魔 Care Plus 的权益包，以旧换新最高可以补贴1400元，白条呢12期的免息。学生用户呢还享受24期免息等等，有非常多的惊喜福利在等着大家。最后呢，红魔10 Pro 系列即刻开始全面预售，11月18日上午10点正式开售，大家可以前往红魔京东自营旗舰店、红魔官方旗舰店、红魔官网购买。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发布会的内容。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媒体老师和魔豆们的支持。接下来呢，我想把舞台交给主持人。感谢飞总，同时也请飞总您留步。其实呢，早在我们今天发布会开始之前，就有很多的魔豆们表示非常喜欢我们这款红魔10 Pro 手机，并且希望能够在发布会之后马上购买。那当然，我们今天也是恰逢红魔和京东的先人一步抢先购的活动，所以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3位在北京地区参加先人一步新品抢先购的魔豆们来到了发布会现场。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3位魔豆们上台，有请。同时也让我们掌声有请京东采销的小伙伴们为我们送上新机，欢迎各位。感谢，恭喜啊！欢迎我们3位感受到新机的魔豆们。下面有请飞总您为3位魔豆颁发首批购机权益证书，并且在现场为3位进行新机交付。好，谢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飞总把全新的手机交到了3位魔豆手中，并且为他们送上了我们的权益证书。好的，我们请3位共同面向前方的摄影师，我们一起来记录这个珍贵的时刻。各位朋友们，也让我们响起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再次恭喜3位喜提新机，也感谢飞总。那请各位台下入座休息，感谢，谢谢。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我们本次发布会也逐渐接近尾声。在最后，我也有几个好消息要和大家进行分享。本周6，我们将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红魔10 Pro 高校玩家体验会，也欢迎各位前来体验。还要给大家预告一下红魔机5周年生日会直播，大家记得在11月16日到 B 站红魔机 Mora 账号进行参加。以上就是今天新品发布会的全部内容，感谢到场的所有朋友们。最后，也让我们的 Mora 为大家带来一场唱跳表演。同时，各位来宾朋友们可以移步至后方的体验区进行体验，感受我们的新品。今天恰逢北京迎来了一场秋雨，我们都说遇水则发，也再次感谢现场所有的来宾朋友们的如约而至，谢谢各位，祝愿我们的手机大卖，让我们下次再会。要每天先把你叫醒，盯住你今天的天气，无论是日落或潮汐，所有爱意都很清晰。要每天先把你叫醒，盯住你今天的天气，无论是日落或潮汐，所有爱意都很清晰。我没有傲娇的情绪，留给你最好的脾气，陪你把所有的失意，失眠的夜熬成甜蜜。温柔的算计，只为你聪明，想把我看到的世界都分享给你，想陪你很久很久，一整天都没问题，就算是天涯海角也要牵在你手心，陪你听心跳旋律，你最爱听的歌曲，心动来电是世纪。